大家好，网传席包子他妈齐心走了，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都这么大岁数了，98岁了。齐心呢是标准的小三上位啊，当年习仲勋和前妻郝明珠没有离婚的状态之下呢，就和齐心这个小三儿结婚了。席包子就是小三儿的种嘛。习仲勋重婚的状态至少持续了半年呢，我不知道中国重婚应该判刑判几年呢？但是呢，齐心的私人保健医生于文明呢，的确是抓了。于文明呢和彭丽媛的关系不浅啊，和刘跃进也有关系啊。于文明是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那为什么和刘跃进一个公安部的官员有关系呢？刘跃进之前是禁毒局的局长，那戒毒和医生有关系啊，他们都是一个业务系统的禁毒系统的。于文明是前任的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于艳红呢是现任的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于文明和于艳红都是齐心的私人保健医生啊。于文明抓了的同时，就出现了齐心走了的传言啊，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太清楚啊。席包子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彭丽媛呢和蔡奇都没有出现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2025年6月23日，中共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围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协商议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作报告，政协副主席胡春华首次主持开幕会，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这一安排在席包子权力受损、党内生变，引发了众多的解读。首先呢，会议的报道的细节值得关注。何立峰在报道中提到，中共20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统筹各领域改革，但是没有明确说是否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才提及学习席包子的新思想、新观点，而非以往的常见的过度吹捧。这种表述上的微妙变化，或许反映了官方在避免过度强调个人权威，转而聚焦政策本身。结合近期传言的席包子的健康问题啊，以及丧失大权，这种低调可能暗示高层在重新平衡话语权。其次呢，胡春华首次主持开幕会尤为引人注目。过去的11届常务会上，主持多由王沪宁或者排名靠前的石泰峰承担。胡春华作为排名第2的副主席，此前始终保持低调。作为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派的代表，胡春华在20大被踢出了政治局，降至政协副主席之后，一度是低调避险，尤其是在胡锦涛被公开架出会场事件之后呢，更是显得谨慎。但是从去年7月三中全会之后呢，胡春华逐渐高调亮相。2024年10月发表署名文章，12月呢代替席包子出席国际会议，今年4月呢出访非洲3国并调研安徽。这些行动与以往的风格形成对比，似在蓄势待发。
值得注意的是，胡春华出访非洲的时候没有提到转达细胞子的问候，这在外交礼节上颇为异常。去年细胞子与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刚刚有过会晤，按照惯例应该有这个问候提到，但是官方报道和塞内加尔的媒体均没有涉及啊。那塞内加尔的媒体中共是不太可能那么顺当就能控制的，所以如果对不上版就能穿帮啊。这可能暗示胡春华的行动已经不再完全受制于细胞子的权威，甚至得到了更高层的支持。胡春华此次主持经济改革的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胡春华要扶正的信号，是在为可能的权力回归铺垫。结合传言细胞子丧失大权之后，胡锦涛、温家宝主持大局，胡春华的高调可能得益于此。如果细胞子仍然大权在握，难以想象他会容忍昔日的政敌推动议程。胡春华地位的变化，政协高层显然是知情，此情此景确实可能暗示中共高层正在演绎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戏码。胡春华或成为新政局中的关键人物啊。有传言说，胡春华已经搬进了中南海瀛台的总书记办公室办公，因为细胞子自己说的，他被赶到了丰泽园的纯一斋去办公啊。而且有强烈的胡春华背景的金善文已经被提拔为中央机关工委的副书记。金善文在全国总工会的上级尹德明曾经2次担任过胡春华本人的下属。尹德明最早是李克强提拔的。国家机关工委是负责党务工作的，它不叫大秘，但实际上就是中共领导从事党务工作方面的秘书啊。机关工委书记就是蔡奇啊，蔡奇就是细胞子党务的大秘。蔡奇呢，什么时候被拿下我们也不知道啊。蔡奇呢，现在的状态呢，快和董军差不多了。蔡奇和董军就是时不时的出来打个卡，那时不时的就不让出来了。细胞子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这王毅在啊，蔡奇他又没在。蔡奇什么时候被免去中办主任的职务啊？我不知道，应该快了。蔡奇的副手呢，都已经换成胡春华的马仔金善文了。按说蔡奇啊，不至于快进到一步就直接送进秦城啊。蔡奇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说能拿下就能拿下的，但是动蔡奇从技术上来说呢，第一步肯定就是免掉蔡奇中办主任的职务啊，他可以继续当那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嘛。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星期天2025年6月22日通报，于文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于文明今年62岁，农工党成员，198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研究员，这个硕士估计也是个假学位。于文明曾经担任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主任等职务。2004年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2018年升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2023年卸任。我看这个大外宣啊，真的是海外孤中啊，他们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故意不写呀。这个大外宣网站故意没有写于文明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人啊，彭丽媛就是菏泽市运城县人。于文明和彭丽媛是一个地级市的老乡啊。于文明和彭丽媛的第2个共同点就是同属于统战系统。于文明曾经担任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就是细胞提拔的应该。彭丽媛曾经担任共青团青联副主席啊，青联的正确名称就是共青团统战部啊。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彭丽媛的背景啊。
1980年机会来了，彭丽媛代表山东省去北京参加民歌大赛，被舞者赵青一眼看中。赵青，山东肥城人，著名演员赵丹的女儿，中国歌剧舞剧院主要演员，跟周恩来关系很好，当过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啊。最近不是把那个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冯双白抓了吗？在文艺界是有一定地位的。赵青喜欢彭丽媛，有意栽培，彭丽媛马上磕头认赵青为干娘。从此彭丽媛时来运转，干妈先帮助彭丽媛入伍，进了南京军区歌舞团。1982年又安排彭丽媛上央视春晚，凭借我爱你塞北的雪一炮打响。1984年又安排她进中国音乐学院读书啊。我们看这两段话呀，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两段话，简直就是套着我的标准来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南京军区啊，这都是细包子派系的关键词啊。也就是说，这彭丽媛在认识细包子之前，他本来就是细包子派系的，有点政治联姻的感觉啊。彭丽媛她就是周恩来的马仔赵丹的女儿，赵青提拔的，认赵青为干妈。也就是说，彭丽媛她本来就是周恩来徒孙子辈分的马仔啊。那细包子他爹习仲勋就是周恩来的大秘啊。周恩来本来就是斯大林和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彭丽媛因此也是苏俄的间谍啊。众所周知呢，1989年6四之后呢，彭丽媛去慰问6四屠夫啊。当时文工团里的人多了去了，又不是只有彭丽媛一个人啊。彭丽媛并不是名气最大的，她在那里头的腕儿也就是第3、第4，大概第几我不太清楚啊。包括李双江、董文华、阎维文、郁钧剑、程志、毛阿敏、孟哥，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去呢？只有彭丽媛自己去呢？那就是彭丽媛自己主动申请去的。那这是198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内新闻啊，标题是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戒严部队赠送药品。新华社1989年6月17日电，今天上午，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局领导及机关干部近30人慰问戒严部队某部指战员，并向戒严部队赠送了药品。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锡明向戒严部队转达了卫生战线全体工作人员对解放军的崇高敬意啊。这就是于文明和彭丽媛的第3个共同点啊。彭丽媛和于文明的政治导师胡锡明都曾经慰问过6四屠夫啊。胡锡明他就是中医药管理局的第1任局长啊。胡锡明2015年死亡，当时的悼念文章说，中国中医药报社原副社长王华章至今难忘胡锡明对中国中医药报社建设发展给予的支持。他曾说，办报是我们中医药界梦寐以求的事情，宣传工作、舆论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啊。这陈云细胞的派系还挺重视这个洗脑工作的，并提出要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要向群众特别是8亿农民普及中医药知识啊。1988年8月至1996年11月25岁的于文明担任中国中医药报社记者编辑。1996年11月至1997年12月33岁的于文明担任中国中医药报社中药与通联部副主任啊。当时的中国中医药报社原副社长王华章，我不知道王华章的时间线我没有查，我不知道对不对得上啊。也就是说，于文明很可能是中医药管理局的第1任局长胡锡明的马仔啊。
看看胡锡明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国办发1993 3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国务院决定调整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组长陶四居，公安部部长；副组长习德华，国务院副秘书长；副组长白景富，公安部副部长；副组长胡锡明，卫生部副部长。成员呢还有一个金童真，国家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也就是说，胡锡明他不再担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之后呢，继续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应该还是主管这块业务，中医的业务，而且他还是中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们看刘跃进呢，他也是中国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啊。白景富不太清楚，不太确定啊，可能不是细胞的派系，也可能是啊。我们看这个时间线啊，2025年6月2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被查。那第二天呢，2025年6月22日，刘跃进被判死缓啊。他们应该都属于禁毒口的官员啊。于文明啊，虽然他没有被明确为中国禁毒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业务应该有关系啊，就他们都是负责戒毒业务的。于文明被抓的第二天，刘跃进判死缓，难道是巧合吗？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习德华。习德华是什么派系的我也不知道，年代太久远了。我们看这样有一个资料啊，1994年4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大庆考察，陪同考察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习德华、国家纪委副主任郭树岩没见过啊，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凯就是细胞这个派系的，铁道部部长韩柱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盛华人也是细胞的这个派系的，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玉礼，税务总局副局长吴仁法，开发银行党组书记、副行长涂游瑞。开发银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陈云的儿子陈云的那个银行啊。工商银行行长张潇，中国银行副行长杨慧球等国家有关部委公司的领导。习德华呢，是不是就是朱镕基的大秘啊？我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啊。所以这彭丽媛跟朱镕基还有一腿呢。这从哪说细胞子的靠山都是朱镕基啊？怎么从哪个人都能找到朱镕基头上呢？我们看网上的说法呀，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是留苏派啊。周恩来的儿子李鹏就是苏联留学的，周恩来、朱镕基、彭丽媛都是苏俄间谍呀。习包子就是普京在中国的代理人。好的，谢谢大家。